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生肖属猪的。那生肖属猪的在乙巳蛇年将面临着冲太岁的年份。冲太岁啊，冲太岁，这可是犯太岁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属猪的这个在2025年运势波动比较大，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啊。那冲太岁往往会带来生活、工作、财运方面的变动，那么还需要在这一年呢保持警惕，应对各种不利的因素。因为五行相冲的这个关系，五行相克的这个关系呢，他属猪的人，他五行是为水。那25年呢，乙巳年呢又属火，所以水火相克、五行相克的关系，那会使属猪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动应对部分困境。那由于这个冲太岁的干扰属猪的人会面临较多的不稳定性，因此呢，属猪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波动的年份。我们先说说这个财运方面。财运方面呢，那会受到冲太岁和五行水火相克关系的这种双层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由于水克火，那属猪的人在财务上有一定的主动权，尤其是在面临财务挑战的时候，属猪的人能够有效的应对化解部分危机。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在财运方面提供了助力，特别是在投资、商业合作和重大项目当中，有机会通过贵人的帮助获得额外的财务支持，实现一定的财务增长。禄勋吉星也是为属猪人的工作和财务带来了回报。那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有望在这一年呢获得稳定的财务回报。但是呢，因为冲太岁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属猪的人财务上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险和压力，尤其是劫煞和天恶凶星的干扰，那可能会带来意外的支出或者是投资的这种失利啊。所以说呢，在25年这一年特别的要注意投资决策的谨慎性，尤其是在高风险的这个项目当中，避免冲动这个有这种冲动性的决策吧同时呢，还应该加强对财务的规划确保资金的稳定的流动性避免资金管理不当而导致财务的危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2025年12生肖的运势，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们继续再讲财运方面。那属猪的人吉利的月份呢，它是农历的2月、5月和9月这几个月，因为有吉星、天德星、福德星的力量加持，所以这个属猪的人呢，他的财务决策上容易获得贵人的支持，尤其是呢，在投资、商业合作当中，有望能够通过良好的判断和合作实现来达到财务的增长。也可以这个时候呢，规划长期的这种投资，稳定的资金流动的，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月份机会比较凶的这个日子，就是不好的日子呢，就是农历的4月、7月、11月。那这些月份呢，因为凶星劫煞会带来突如其来的财务压力或者是投资失误，特别是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容易出现意外。所以说呢，这凶险的这个月份呢，应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避免过度的冒险，同时要留意紧急这个资金的这种准备以防不测。好，刚开始直播的是弘扬我们的这个谈到了生肖属猴的2025年容易犯这个太岁。那么我们刚才咱们聊的是生肖属猪的在2025年的这个运势
这个有多次提到，这个属猪的人容易受到冲太岁的干扰。那么有网友问了，那这个冲太岁又是什么？它和刑太岁有啥区别？2025年又有哪些属相容易受到冲太岁的干扰？不管是冲太岁、刑太岁、害太岁、克太岁，我们都称为是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所有犯太岁的这些属相都是有问题的，轻则这个犯小人、破财，重则就很容易出现有伤灾、血光伤灾比如说手术之灾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犯太岁的这一点一定要谨慎慎重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这个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给大家这个解答在这儿呢，我给这个大概的讲一下吧，或者下期呢，我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讲这个犯太岁什么是值太岁，什么是刑太岁。那刑太岁是犯刑，就是这个属相和这个，因为2025年是蛇年，和蛇犯刑了，这就是刑太岁。冲太岁是和这个蛇相冲的那个属相，比如说属猪的正好和属蛇的是犯冲，所以说属猪的这一年，他的这个犯太岁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小心。最好呢，请这个我们这个道家的师傅给您做做祈福法事化解太岁的法事。好，我们继续再讲讲属猪的在事业方面会是什么样的。那在2025年呢，他的事业运势同样受到冲太岁的负面影响，它会表现出不稳定的局面。尽管属猪的人能够凭借水克火的五行优势，在某些情况下保持冷静和应对能力，但是整体来说，事业方面的挑战比较多。虽然有吉星这个禄勋星和天德星相助，那在工作上呢，也会为这个属猪的人提供一定的助力特别是在这个团队合作复杂项目当中，属猪的人有机会通过贵人的支持获得工作上的进展，甚至有机会在职场上获得大的提升。那最主要的天德吉星呢，它也象征着贵人运所以说呢，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容易得到上司同事朋友的帮忙，化解职场上的一些困境禄勋吉星呢，代表通过这个努力获得回报属猪的人在职场中呢，要保持努力，依然可以获得事业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处理创新任务或者是管理项目的时，他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但是冲太岁干扰也会使属猪的人在工作上容易遇到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凶星指背煞和天恶煞的影响，他会在工作当中这个变动或者人际关系上的矛盾。所以说呢，在2025年特别要注重与同事上级的沟通，避免因意见分歧或者沟通不畅而引发职场冲突。那么吉利的月份呢，有农历的3月、6月和10月。这些月份因为它的吉星高照这个力量较强，所以说呢，在过程当中容易遇到贵人的支持，特别是在跨部门合作或者创新的这个项目中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司的认可，推动世界的进展。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12生肖2025年的运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们会及时的查看，并且呢免费为您解答。好，谢谢，我们继续那事业上不好的月份是哪些呢？在2025年农历的4月、8月和11月，这些月份凶星影响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在过程当中遇到了阻力，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容易出现矛盾，建议在这个不好的月份里面保持冷静和耐心，避免情绪化这种行为影响工作的这种表现。那讲完了这个事业，我们再讲讲这个感情吧。感情，因为它还是受这个冲太岁的影响，会面临很多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在情绪上的不稳定，与这个伴侣的相处中容易出现摩擦，尤其是面对生活的工作压力，感情问题可能会加剧。弄不好的话，还会分手。结婚呢可能会造成离婚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好的呢，它毕竟还是有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这个会为属猪的人感情生活带来一点这个积极的因素。单身的人有机会通过社交的活动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到理想的伴侣。已婚或已有这个伴侣的属猪的人这几个月呢，会情感上你要特别的关注这个情感上的需求。所以说，尽量的去避免因为冲太岁导致情绪的波动，影响感情的关系。最好呢，请这个我们道家的这个师傅做一做祈福的法事，这样呢就会化解一些不好的因素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凶星孤辰星和天狗星，可能会让你带来这种不安全感、孤独感，尤其呢是在沟通不畅的时候、情感互动不足的时候，引发感情上的这种隔阂，甚至分手。所以说这个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八字风水千般好，还需鬼神乐安然。那我们说的这个鬼神乐安然，就是要做一做这个道家的法事，让这个神灵来保佑你更加的顺利。所以说呢，在2025年呢，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尽量的避免因琐事引发争执，同时呢，多关心这个你的伴侣的感受，你的爱人的感受，避免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影响家庭和感情生活。那吉利的月份呢，有这个2月、4月和8月。那这几个月吉星的这个作用呢是比较明显的。单身的这个如果你在这个月份呢，很容易遇到合适的这个伴侣，特别是在社交活动当中，有望通过朋友介绍心仪的对象，所以说已婚或者有伴侣的属猪的人，感情关系呢是较为稳定的，适合共同的规划未来。那如果遇到了凶星怎么办呢？凶星的月份是农历的7月、9月、11月这几个月。所以说属猪的人容易在这几个月因为情感波动和压力与伴侣发生争执、分手，甚至离婚。所以说呢，应该在沟通不畅的时候，感情关系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在这几个月份呢，要多关心关爱你的伴侣，保持情感上的互动，避免这个感情矛盾的加剧。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是3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那我们感情说完了，再说说这个健康吧。这个说到这个健康呢，也是因为这个冲太岁犯太岁，因为冲太岁在犯太岁里边是真的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呢，在2025年这个负面影响是比较明显，容易受到情绪波动和精神压力的影响，特别是在生活节奏紧张或者是工作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容易感到疲劳和焦虑。尽管呢，它五行是水克火，使得属猪的人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是凶星、天恶星和劫煞星的影响，仍然让属猪的人会遭受到健康方面的困扰。因为它毕竟是冲太岁，大家一定要记好，它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所以一定要拜拜太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也有吉星、天德星，在健康方面呢，会为这个你在提供一定的保护帮助在面临健康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恢复但是呢，仍然需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特别是注意调整情绪压力，避免长期的精神紧张对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在2025年呢，特别要注重什么呢？交通安全和日常的身体保养，避免因为过度这个疲劳、冒险行为导致意外的事故。所以在这一年属猪的犯太岁的厉害程度是很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注意哪几方面的事儿呢？第一，不要往你的东南方向出远门，比如说要往东南方向要去旅游，尽量的避免避免这方面的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再一个呢，投资方面投资财运这个方面一定要投资理财要小心不要冒险这个觉得这个股票期货赚钱很快，这一年一定要注意。说白了，实际上就不适合这一年属猪的去投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慎重再一个，在这一年呢，多穿点红色的衣服，比如说内衣可以买个几身内衣轮换着穿这都会对你自身会有比较好的这种帮助最好呢，请道家的师傅呢给做一做这个道家的这个拜太岁的法事这是最好的。下期呢，我们会着重的讲一讲什么是这个犯太岁，为什么要这个拜太岁，怎么去化解太岁，怎么样才能对你的这一年的运势这个起到好的作用。那我们还继续说这个健康，所以说我们还要在这个加强锻炼，保持健康的这个饮食它会有助于这个在这一年保持良好的身体的这种状态这个在健康方面的吉利的月份呢是农历的5月、9月、12月这几个月份。那属猪的健康状况相对来说呢，在这几个月份比较稳定，因为它有吉星的帮助嘛，能够而且呢，也通过这个适度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和这种身体的状况，它就能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不好的月份是4月、6月、7月，那这些月份容易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感到身体的疲劳，尤其是长时间的加班、生活不规律健康状况可能会出现下滑。所以说呢，在这些月份要保持这个健康和生活的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好，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2025年乙巳蛇年对于属猪的人来说是一个波动较大的月份，那又因为它是冲太岁，是犯太岁里边是很严重的一个这个犯太岁又有这个五行水火相克的影响，所以属猪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尽管有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禄勋星为属猪的人带来事业财运方面的一点支持，帮助他在部分领域会取得一点进展，但是凶星的干扰仍然会对这个属猪的人带来不小的困难，
特别的是在感情健康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那在这一年，他会尽量的保持冷静和理智，妥善的应对各类的这种波动，通过规划和调整，尽量的去化解这个冲太岁带来的这些不利的影响，从而迎接更多的好运与成功。